各位球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纯木底板是否已经过时了。首先我们先不管它过没过时，从专业队的角度，包括从业余球友的角度来看，使用纯木底板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纯木底板一般来说它的优点是手感比较通透，有一分力出一分力旋转控制稳定这都是表现非常出色的。那么它的硬伤也比较明显，一是触球速度慢，第二个底劲比较小即使在中近台力量也不是很大。总而言之就是杀伤力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点。那么现在从专业队到业余使用纯木底板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群我们先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人群就是俱乐部的小朋友，因为刚刚接触乒乓球需要培养手感，体验一下自己主动发力的感觉，这帮人用纯木的比较多一点。第二人群呢，就是业余的或者专业的使用颗粒的选手。第一种使用颗粒呢，就是进攻的，你比如说现在反手打生胶的，还有一部分人使用的是7层纯木。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咱们业余讲的这个长胶的大爷这帮人纯木呢用的控制比较好，就对方拉过来球我磕一板，或者你下球拱一板，出手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手上比较有数。这可能是我想象中的两个比较常见的人群了。那我们看一些器材厂商，这一些大厂在近几年推出纯木底板的可以说是越来越少。当然这和4十加球变大有关系现在这个球因为比较重，旋转速度都比较弱，那么再用纯木底板你可能很难给它加上质量，这也就是造成一些大厂很少研发纯木底板的重要原因。那么我能想到的，现在纯木很多时候都是和低端相挂钩的，也就是说这个高端产品基本上与纯木已经无缘了。刚才说我能想到的呢，可能红双喜能拿出手的就是506。其实这个队员506我真觉得速度力量包括底劲表现真就是纯木底板的天花板了。现在使用我觉得依然基本够用。再有一个品牌就是达克，那其实达克生产纯木呢，也就是单柜，这个单柜做的比较厚，相对来说能够弥补纯木速度力量底劲的不足达克的底板依然有1万元左右的纯木底板，当然这比较小众。那你见过专业队或者是业余球友谁是看重性能而买的这个达克1万元左右的纯木底板？所以说这个高端底板真就是在现阶段与纯木已经无缘了。其实作为业余球友，我们不用管专业队使什么其实他们用的器材跟咱们有的时候都不太一样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一样，每个人对器材的要求也不一样。其实现在初学的业余咱们讲用纯木入门比较好，但是你会发现拿入门的这个纯木打着比较累，因为咱们最重要的是体验这个打球的乐趣锻炼身体，陶冶情操。你说对于球技的增长有多么渴望，追求的要有多么极致，好像不太现实。所以说作为业余球友，你也不可能像专业的一样一板一眼的请个教练，那大部分或者是90%以上的球友可能都没有经历过专业的训练，所以说你就是打个球玩一玩，刚才讲的茶余饭后锻炼身体，是不是所以我真心觉得，你说你现在买个纯木打一打，发现有点长进了，我再换一个稍微控制好的纤维，我再长进了，我再换一个稍微高端一点的纤维。其实业余球友走这条道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就造成了现在很多初学者也在打纤维底板。你说控制差点就差点，因为他没有那个闲钱3天2头再换个拍，今天这个水平，明天感觉我再长了点球了，我再循序渐进，我再进阶再弄个拍，其实不太现实很多人都是一支球拍打好几年。所以说纯木的现状就是如此，专业队的就是部分特殊打法在使用纯木，业余的呢基本上除了很低端的球友你说但凡在俱乐部打球的，可能很少你能见着拿纯木的两面反胶的球友的。他们拿纯木的刚才讲基本上都是一些打颗粒的特殊打法。现在用纯木的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大学生上个普球课对付几十块钱成品牌，或者整一个几十块钱的训练板，
这有可能涉及到纯木。再往上一点啊，没有什么必要。也就是说，你不是在俱乐部找教练正儿八经在学球的没有必要非得要买个纯木。其实稍微控制好一点的纤维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